还是落到你手上了呀，灯姐。对，你落到我手里了，抱头去那边蹲着。哎，灯姐她没跟过来。要是这样，那刚才的戏不就白演了？可是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从之前几次启动末日之矛的经验来看，比起一道能够顺畅通行的门扉，它更像是把使用者甩到另一个空间的发射器。因此，2次启动的间隔在量子之海中就意味着实打实的时空差距，足够用来把灯甩开。哦，你们不叫它量子之海，叫数据之海来着。等等，那岂不是说陈学姐一个人在那边，只有那些安保机器人驻着？她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说到这个，我有一套早就已经制定好的非常详尽的葬礼流程。对，你怎么要么就不吱声，要么就要给别人准备后事啊？没关系，我倒也很好奇自己的葬礼会办成什么样子呢。陈学姐，你没事吧？别说有事了，我甚至还有闲心套一套那位灯小姐的话呢。虽然没取得什么成果，所以有担心我的功夫，你们还是抓紧寻找有利地形吧。他这会儿可是也进入末日之矛喽，说不定很快就会出现在你们此刻停留的位置呢。有利地形，原来如此。看来聪明的克拉丽已经明白我的计划了。在这里解释难免浪费你们的时间，那边的一切就暂时交给克拉丽来指挥吧。时间的确不多了。在灯赶到之前先动身吧，我们必须先他一步去图书馆。是这边吗？所以我们是要钻一些规则的空子，反过来利用其他树的力量。倒也不求去虎吞狼，只要能为我们争取到足够的时间，事情就有很大的回旋余地。可要是小色拉不愿意配合咱们，到时候又该怎么办啊？那你就要问我们的陈学姐了，她只留给了我想到这一层的时间。办法的确有，不过暂时保密。我还要准备20分钟左右，别心急嘛。是这边吗？这附近有适合埋伏的地方吗？出发吧。奇怪，之前那些被结合的人呢？是这边吗？还是像之前那么安静啊，只是这次整个房间都还倒着，我们不会又莫名其妙的被色拉小姐吞进身体吧？那应该不至于。不过咱们还是得先找到色拉本人，和他进行必要的交涉才行。希望一切顺利。你们没有看到类似发光水母的东西吧？为什么是水母？那位灯小姐的脑袋，你们没觉得很像吗？像不像另说，显然她还没追到这里，不然……等等，被你这么一说，感觉确实还有点像，是吧？是吧？光是看到那个，就觉得他肯定不算坏人了。这应该没什么关系吧？哎，怪了，人不在这里吗？这就怪了。其他人也就算了，自从廊丘和欧夏分成2个地界，瑟拉可从来没有离开过图书馆呢。就算想去找别人的时候，他也向来懒得用自己的身子。怪不得灯迟迟没有出现，看来他至少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变故。克拉丽，还没注意到吗？没有追击我们，
这对那个灯来说实在太反常了。但如果瑟拉佩姆根本不在这里，一切就很好解释了。那说明在灯看来，如果我们选择在这里防守，他随时能干掉我们，不需要步步紧逼。如果按这个思路，我们其实应该去回廊那边碰碰运气。也只有这样了。当然，如果只是把前提从瑟拉佩姆换成瑟利姆，那作战的主动权也仍然不在我们自己手里，最终会具有决定意义的，恐怕还是陈雪打算保密的那个后手。所以，那究竟是什么呀？解释起来还蛮复杂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想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。算了，既然陈学姐这么有把握，那我们也不要耽误时间，现在就去回廊吧。路上咱们也要注意提防啊。赫利亚抵达目标位置，出发吧。交给我吧。不是吧，埋伏？看来有人终究领先我们一步。考虑到他的老本行，倒的确算是专业。是吗？那要是在你们的天命，她是不是也能成为某个等级的女武神？这我倒说不准，但如果只看风格，或许曾经和天命敌对的……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来了？绝，你能感知到他具体埋伏在哪里吗？我们能不能暂时避开？理论上可行，但我不建议各位轻举妄动。倘若各位具有针对影子力量的感知能力，想必就不会有类似的疑问了。但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，恐怕我也难以给出定论。无论如何，即使撤退，各位似乎也退无可退。于各位目不能见的黑暗中，悬有许多质地难辨的细线，很可能出自那位灯的布置，材料则来自于灯组织那名为足影锁的道具。啊，这次倒是有阻止我们的意思，看来我们来对地方了。不过，万一碰到那些细线，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极大概率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，而极小概率下，灯女士或许有兴趣邀请各位一起在上面跳皮筋。灯姐应该没有这种爱好吧？难不成接下来怎么做，真要取决于她的原则了吗？原则？既然她尊重别人的地盘，那么这至少不应该是某种会导致玉石俱焚的道具。与其站在这里等她找上来，不如先探探虚实，看看能不能硬闯。你这和没有计划又有什么区别？我也没要求你去这么做呀，探虚实而已，有我一个人也就够了。这样也好，我有一项非常周密的脏。哎呀，还是别提那茬了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。说真的，决姨，您真不考虑赞助我们一个瞬间移动啥的？成本太高，恕我拒绝。哎呀，这下可如何是好啊？又怎么了，决姨？细线消失了。啊，竟然还有这种好事啊！不，一点都不好。是啊，这反而意味着灯本人其实就在这附近操控着一切。好嘞。无论如何，也只能硬着头皮走过去了。好安静啊，难道这还真是决议刚才说的极小概率？得了吧，我倒是宁可相信他是突发奇想在帮瑟利姆装饰走廊。灯姐真的在这里设下埋伏了吗？决议，你刚才是不是搞错了呀？瑟利姆好像不在前面。
一鼓作气。难道这里也和刚才的图书馆一样？你们还是自己过去看看吧。跑起来了！难道说，所有树都刚好在这时候不见踪影吗？很难说，你的精神状态太正常了，恐怕没办法理解树的行为逻辑。我倒是觉得他们也没有那么难以理解。不过没关系，说好的20分钟已经到了。虽说各位几乎落入了被对方瓮中捉鳖的窘境，但也刚好在此时获得了反击的主动权。我猜，你需要让爵在恰当的时机解开多尼格尔的束缚。哎呀，不愧是克拉丽，果然才思敏捷。多尼格尔，啊，这么说起来，才意识到吗？不用找了，当我们从欧夏回来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被刻意留在那边了，而他，大概就是那个神秘后手得以成立的关键。哎，还是别卖关子了吧，你们再这么说来说去，邓多尔忍不住寂寞登场了。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无论多么难以对付的人，也很难真正去除自己与生俱来的弱点。3、2。好了好了，我替你归零。托尼戈尔，虽然方式不太礼貌，但我仍要表示欢迎。欢迎你去往遥远的过去。